师傅，有戏！金城，我就让你借100万给我妈治病吗？你故意躲着我的是不是？师娘，师傅他在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你这一来，全毁了。先出去。文敏，我在做很重要的实验，你能不能？你下次记得跟他去敲门啊。金城，我妈是肺癌晚期，那100万可是给我妈买特效药的钱。我不管你砸锅卖铁，你也得给我把钱凑齐了。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去给妈治病了，还欠了很多外债，我们真的没钱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妈去死吗？如云，我还是想让妈试试我新研发的抗癌新药，让妈加入我的临床试验吧。你那破药能抵得上国外的专家药吗？我不会让我妈当你的小白鼠，拿她的命成全你的科研梦。他们根本就不是专家，他们就是病房门口卖假药的骗子，你被他们给骗了。林城，我救我妈一个亲人了，我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办法能延长我妈的命，即使我被骗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妈去死，我不能。只要能救我妈的命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到时候你可别怪我。如烟，如烟，我再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我再想想办法。如烟，如烟，师傅，我们抗癌新药临床3期的数据都出来了，病人症状全部好转，你月末有救了。太好了！等我下班，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如烟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买了如烟最爱吃的蛋糕，我才告诉她妈也有救了，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如烟姐，真羡慕你们这种结婚的，天天都有老公开车来接你们下班。哎，如烟，我在这儿呢。如烟姐，那个骑电动车的不会就是你老公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就给我送过一次外卖，看我长得漂亮就缠上我了，真不要脸！如烟姐，你先走，我们替你拦住他。哎，不是如烟，如烟，哎，如烟，哎呀，如烟，你等等我，哎，你等等我，你别动我。我新药研发成功了，我还买了你最爱吃的芒果蛋糕，你看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来公司找我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柳如烟的老公是开个电瓶车的穷鬼是吗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不是着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吗？哎，别人上下班，人家老公都是开迈巴赫来接送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？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，咱们能先别吵？你还好意思说你30岁？人家30岁都开公司当老板了，你呢？整天就只知道窝在那个实验室里面，一事无成，一无所有。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窝囊废？我研发的特效药临床效果实验很好，马上就能上市了。等上市了，我们就有钱了。上市，这话我都听10年了，我都听腻了。这次是真的，你相信我好吗？对。喂，是刘女士吗？我是。您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，请您尽快到医院来一趟。我妈快不行了，快去医院！啊，如烟，你别着急，妈肯定能挺过去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啊！快点！好了没有？哎，这怎么没电了？啊，不是，哎，我这少看了你这个破烂玩意儿了！我妈要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别着急啊，如烟啊！如烟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范总，我妈病重，你能不能送我去趟医院啊？没问题。之前借你的50万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借你。谢谢你啊，范总。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凑齐这批药啊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一定会慢慢还给你。先上车吧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你老公吧？要不叫他一起上车？不用了，范总，他不配坐您的车。
如烟，如烟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妈不会死的。妈，我是如烟啊，你去看看我。妈，如烟，你别这样，阿姨已经去天堂。范总，我没有妈妈了。有我在，你想哭就大声的哭出来。别怕，阿姨虽然不在，但我会替她照顾好你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谁放的？放开我老婆！我妈死了，你满意了？妈去世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妈，是我来晚了，妈。你装什么装？要不是你抠抠搜搜，我给我妈买国外特效药，我妈会死吗？是你害死了我妈！如烟，妈去世了，我也很难过，但那些药真的救不了妈的命啊！难过？我看你是解脱了吧？连救我妈的钱都赚不到，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无能的男人？那是你亲妈，又不是林先生亲妈。他倾家荡产给你妈看病，出钱又出力的，还要被你辱骂，委屈的是他好吗？别说了，照顾妈我心甘情愿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你看看你这副窝囊的样子，死的人为什么不是你啊？我真想用你的命换回我妈的命。如烟，节哀顺变，这几天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给你放个假。你有什么难处，随时找我。不用了，范总，我对你只有感情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报答你。这是你之前跟我借50万打的借条，为了表达对伯母的歉意，这钱你不用还。谢谢你啊，范总。林城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刘女士，我们是专业的木结公司。我想给我妈挑一块最好的木铁，有介绍的吗？当然有，我们这里有多种不同的方案，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画册。这是我们最好的至尊皇陵户型，金玉打造，雕刻龙玉护佑和庇佑子孙后代，只要50万。50万？一块墓地卖这么贵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想给我妈办后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儿还有没有其他户型啊？您再看看这个豪华私人别墅户型，地下 CBD， 人生后花园，只要20万。你这儿还有没有便宜？舍不得花钱就早说嘛。那这个普通合租户型，只能安葬骨灰，5万就够了。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没办法承担太贵的墓地，要不我们先选20万。不行，我妈活着的时候就受罪，死了还亏欠她。林城，你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也要给我妈买一块最好的墓地。如烟，为了给妈治病，咱们已经欠了不少外债了，实在拿不出50万的，要不咱们先选20万的，等以后赚了钱了，我立马给妈换最好的墓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我妈死了都不安生，
还要给他挪个地方。不，我没有。我研制的新药马上就可以获得上市许可了，到时候活人可以等，我妈下葬怎么等？好吧，死者为大，要是连入土为安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那晚辈一定会留有遗憾的。如烟，这件事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给我安排最贵的墓地，最好的服务，一切按最高规格办，让如烟的母亲走风风光光的。还是这位先生大气，不像有些人连应付下葬都像只铁公鸡一模一样。范总，谢谢你，这钱我一定会还你。如烟，我做这些是为了让你安心，不是让你有愧于。这钱啊，不用还。林成，幸好没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你，孩子刚刚你这种窝囊废父亲会痛苦一辈子。你已经怀孕3个月，你确定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吗？如烟，你要不舍得就留下来，我会像亲生父亲一样照顾他。只要有这个孩子在，我和林成永远断不干净。医生，我决定了，今天做手术。这不是李师的老婆吗？怎么和别的男人一起来做流产？行，我得打电话通知林先生。师傅，咱们的特效药顺利通过了3期临床实验，成功申请了专利，可以上市了。真的吗？你看，这是专利证书和上市审批文件。是妈的，等到现在就好。师傅，还有好消息，你已经被评为国际普菲尔医学奖的院士了。这10年来辛苦付出没有白费。师傅，等咱新药上市，一定会迎来各大制药公司的疯抢，到时候你可就发财了。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娘吧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对，我要告诉如烟，这10年来我没有不务正业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她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啊？如烟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？你为什么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？师傅，护士，我老婆呢？林先生，你太太在这边。啊！范总，谢谢你陪我做手术，也谢谢你帮我妈操办好事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不需要你的报答，你知道我的心。如烟，我们的孩子呢？已经打掉。他也是我的孩子，你没经过我的同意，怎么能打掉他？孩子在我的肚子里，我有权利决定他的去留。你明知道我有多想要一个孩子，你这么做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不给我妈买特效药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不给我妈买最好的墓地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像你这种冷血自私的人，就不配有孩子。我冷血，我自私。刘如烟，说话要讲良心。这10年，我赚的每一分钱我都给了你。我身上这件衣服穿了10年，我都没舍得换新的。我平日里要么在研究院，要么就在医院里照顾你妈。回家我还要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我为你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陪你睡了10年，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你以为你给我很多吗？我每天上下班都挤地铁，我不敢旅游，不敢逛街，这和底层穷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？李成，我已经30岁了，你有没有给我买过一个名牌包包？妈，这不是生病了没办法吗？你别拿它当借口。
你要真像个男人有本事，你就能像范总一样优秀，买房买车，我妈就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打掉我自己的孩子。好，就算你不想要孩子，也该让我这个丈夫陪你去医院吧。你让他陪着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如烟的上司，他有困难，我自然要帮。范总，你就不用帮他解释了，我们很快就是陌生人。林城，我们离婚吧。如烟，我知道妈的事情让你很难过，孩子打掉的事情我也可以不怪你，我们别离婚好不好？我不想和窝囊废过一辈子。如烟，我知道过去10年我没有经济实力，可是我刚研制的抗癌特效药已经申请了专利，你马上就可以过富足的生活了。林城，一个大饼画了10年你也不腻呀！你要真像个男人，你就别拿这种谎言来骗我。林城，癞蛤蟆永远配不上天鹅，你要学会认命。你还如烟自由，我给你补偿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？如烟的追求者。如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你就不要阻碍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。如烟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还爱我？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吗？我早就跟你没感情了，要不是妈一直劝我，我早就跟你过不下去了。离婚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有必要闹到这种程度吗？签字还是打官司，你自己选。我明白了，我同意离婚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是我新要的专利，属于我们婚后共同财产。我不想瞒着你独吞这份财产，拿走一半。拿走一半。林城，你该不会想拿个假专利就骗如烟不和你离婚吧？这份专利是真的。什么狗屁专利，一文不值，我才不稀罕！你要真有这本事，早就发家了，也不至于我们走到今天。你确定你不要？你别说这份专利是假的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要。你就是因为这个破东西，才害死我妈的。你还是乖乖的在离婚协议书上给我签字，然后收拾东西，从我的生活当中滚出去。我可以签字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本人柳如烟自愿放弃平分抗癌特效药专利，在这上面签字。我要是犹豫1秒，我脑袋就被驴踢了。柳如烟，你放弃了此生唯一一个可以飞黄腾达的机会，放弃这份专利，是你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跟你结婚，赶紧签字，从我面前消失，我一刻都不想见到你。既然这是你想要的，那我不去。柳如烟，我们两不相欠，希望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林先生，你好，我叫沈轩，是万国制药集团的总裁。我想出价10亿购买你刚刚研发的抗癌特效药专利。还是我！
林先生你好，我是一星药业的总裁方怡。无论他们出价多少，我愿意翻倍。林先生，全部片方专利卖给我，说多少钱我都愿意。真的？林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林场，这怎么回事？林城，你欠了多少高利贷？人都追到医院来了。我可跟他离婚了，他自己的债自己还，可别赖上我。胡说什么呢？你知道林先生是什么人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他是个废物，窝囊废。敢侮辱林先生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你一下。来人！等一下，我不欠什么麻烦。吴总，您吩咐。我等10年的抗癌特效药终于被林院士研发出来，你和柳如烟赶快回来，我们商量下对策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如烟，我们现在要去谈几10亿的大项目，别跟这些垃圾浪费时间。林城，你听到了没？我刚和你离婚就有好消息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范子，林院士，和我们万国制药集团合作吧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全都答应。我们抗日制药有诈，林院士，和我们合作吧。等我岳母的丧事一结束，我会举办抗癌特效药的新闻发布会，到时我会宣布跟谁合作。只要你们能让林院士把抗癌特效药的专利卖给武泽制药，范斌你升副总，如烟你升主管。放心吧，吴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哦，对了，我收到内幕消息，林院士要去参加如烟母亲的葬礼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难道这个林院士是我妈的某个亲戚？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。这个林院士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我妈的远房亲戚中确实有这个姓林，但他到底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吴总说了，今天会来参加你妈的葬礼，只要拿下林院士，就提拔我为副总，到时候我再提拔你。没想到我也有一天可以混上管理层。林城，谁让你来的？今天是妈的葬礼，我来送送她。我和你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来看她？从你把孩子打掉那天起，你我就是陌生人。但妈一直拿我当亲儿子看待，我过来给她上炷香，上完就走，绝不碍你的眼。林城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当初就是你不舍得给如烟的妈妈用国外的特效药，害得她早死亡故，就连墓地都是我出钱买的。她见了你只会生气。你和柳如烟婚内出轨，妈见了你就不生气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有胆子做那些缺德事，我说2句实话怎么了？林城这个窝囊废，以前见了我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今天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让开，好狗不道。狗都能进，这里林城不能进。狗都能进，这里林城不能进。如烟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过去10年，我像条狗一样任你拆剪作践，你找到了下家，转头就把我给踹了。我有骂过你一句吗？我今天过来，不过是想给妈尽最后的孝心，你连这都不让，你还有点性吗你？舔狗就应该有舔狗的觉悟，那些都是你自愿的，我逼你了吗？我们今天可是要接待林院士的，别给我们添晦气。你说的林院士，不会是前段时间刚研发出抗癌特效药的林院士吧？消息倒挺灵通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林院士，现在能进了吗？林城，你骗鬼呢！林院士和你同姓不同命，我看你连狗屎都不是。林城，你还敢冒充林院士？该不会是想借机诈骗报复我和如烟吧？窝囊废就是窝囊废，自己没本事还看不得别人好。我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活着就是为了看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小人有什么下场。还敢诅咒我们？看我！柳如烟，你打人打上瘾了是吧？我之前不还手是因为我让着你，现在你我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陌生人，你再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加倍奉还！
你们在闹什么？还见不得敌人吗？听到了没？你只会给我们柳家丢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行了，再怎么说林城也做了柳家10年的女婿，我是柳家的主持人，这事我做主，让林城进去吧。凭什么？今天林院士会来祭奠，跟他闹太僵，只会有损我们的形象。忍一忍，让这个窝囊废进去吧。林城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希望在任何地方看到你这张脸。孝子上香。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，礼毕。妈，你一路走好。真是晦气！林院士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别影响我们合作。我说了，我就是林院士。林城，原来你就是新闻报道里的林院士呀！你现在发达了，可不能忘了我们啊！范总，林院士要是知道有人冒充他肯定会生气的，咱们得想办法呀。放心吧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你们进来吧。这个人在这儿捣乱，把他扔出去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敢动林院士，找死！林院士，能在这儿遇到您，真是3生有幸。林院士，我是武泽制药的总裁，请您务必要把抗癌特效药的专利卖给我。为了表达我的诚心，我愿意出3个亿。哎呀，我听说林城啊，用了10年时间研发新药，现在终于熬出头了。谁说不是啊？3个亿呀！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么多钱啊！吴彦真是傻呀，丢个西瓜捡个芝麻。吴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怎么可能是林院士？我刚才来看了祭奠的宾客名单，只有林城一个人姓林，不是他还有谁啊？哎呦，那来的宾客名册上是已经到了的宾客，还有很多在来的路上，是这样吗？范总说的没错，他林城虽然也是研发新药的，但他可是浪费10年时间，屁都没研发出来的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院士啊？你这个骗子，差点被你骗！你们这些人捧高踩低、唯利是图，你们简直就是一丘之貉！抗癌特效专利要是卖给你们，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癌症病人！好大个胆子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刚刚骂我和如烟也就算了，你还敢侮辱吴总！来人啊，给我收拾他！宣令调查清楚，如果我真的是林院士，后果承担不起；如果我真的是林院士，后果承担不起。你们确定他真不是林院士？吴总，我和他10年夫妻，他要是院士，我肯定第一个知道的。吴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林城啊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他今天知道我们要和林院士合作，就来冒充林院士，想诈骗我们，卑鄙无耻！我本来还想给你们武泽制药一个机会，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你们做人都不配，更不配生产特效药。林城，你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撒谎？你是非要让我们把你送进监狱，你才能认清现实是吗？我今天告诉你，你林城这辈子都不可能是院士的命。刘如烟，不是我没有当院士的命，而是你心盲眼瞎。我就算把特效药专利给扔了，我也不会卖给你们。这不亲不改的狗东西！你今天要是影响了武泽制药和林院士的合作，我今天就活剐了你！好了，紧紧张张的，吵死了！吴总，不如我们就替林院士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诈骗犯，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，这样
也能优先跟我们合作。还是你聪明。你们把他给我往死里弄。你录视频，等会儿林院士到了，我要亲自把视频拿给他看。哼！你们这样对我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国际普菲尔医学奖，他真的是林院士。快停住！对不起啊，林院士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可千万不要跟我计较，都是这两个蠢货出的主意啊！现在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？哎呀，是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林城真成了院士？那他岂不是成了身家归一的富豪？早知道就不和他离婚了。如烟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我可是亲自去参加的普菲尔医学奖的颁奖礼，根本就没看见他。我就说嘛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永远不可能翻身。你们两个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，我是怕被公众打扰，所以特意让组委会没有对外公开我的身份。林晨，你还有没有点羞耻心啊？我和你结婚10年，你有多少本事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你拿着一个仿制奖牌，冒充林院士，不就是为了想证明你比范总优秀，好让我后悔跟你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死都不会后悔。你已经害死我妈了，还想害我和范总的前程。吴总，我敢用性命跟您担保，他绝对不是林院士。三番两次的骗子，那我是猴子吗？立刻马上把他腿给我打断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林城，你猜的不错，我早就把你老婆睡了。今天我不光要毁了你，还要让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残废。林院士的电话打不通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你先赶回去，我开完国际会议会立刻过来。记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保林院士安全。范总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立刻定位林院士手机最后出现的位置。这种狗仗人势的小人，这种垃圾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！我让你装，让你装，让你装，装！范总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林城，范总要有什么好歹，我跟你没完！如烟，你看到他对我下死手了。之前对你的委曲求全都是装的。像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还死不悔改的小人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林城，你看看你这疯狗的样子，我真后悔没有早点跟你离婚。算了，只要你今天承认你冒充林院士，向吴总和范总给我下跪道歉，我可以帮你求求情，让他们原谅你，放你一马。错的是你们，我为什么道歉？你们今天对我做的一切，你们都会后悔的。吴总，他到现在还敢这么嚣张，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把这个骗子打死扔出去！今天我一定要让林院士看到我的诚心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林院士，你没事吧？林城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我是一心制药方总的秘书，林院士是各家制药公司请都请不来的贵人。你们智取鼠辈，竟敢对他如此不敬，是不会放过。一心制药，那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。难道一心制药的方总向来行事低调，从来不在公众面前露面。他一定是林城请来配合跟他演戏的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林城，你真卑鄙！哼，林城，
我说你这么痛快和如烟离婚，原来早就有小三儿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林城，你不肯给我妈买特效药和目的，都是把钱花在这个小男孩身上了。干什么？你爸还做没什么，我们之间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。哎，怎么心疼了？林院士为人正直，我不许你败坏他的名声。还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再狡辩，我撕你嘴！李如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个狐狸精身上的名牌衣服、奢侈品首饰，都是你花钱买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在他身上花的每一分钱，那都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理应有我一半。今天给我30万，我就放了他。李如烟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报警了。好啊，不出钱是吧？我直接扒了他衣服，放在网上曝光，我让你们这个狗男女身败名裂！干什么？李如烟，你过分了！林城，你居然为这个女人打我！我跟宋秘书清清白白，你不要为难无辜的人。还有，咱们已经离婚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你说你跟这个女人清清白白，你拿出证据，我就信你。我没出轨，我拿什么证据？你要想要那30万，那你就拿出我出轨的证据来。够了！这里是灵堂，不是菜市场。如烟，你再闹下去，我们这些亲戚现在就走，让你一个人给你妈送丧吧。林院士，方总让我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，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好，刘如烟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吴总，你可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就走啊！林院士要是知道，一定会怪罪我们的。不许走！我已经退让了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欺人太甚的是你们这种团伙作案的诈骗犯，不给你们一点教训，你们还会打着林院士的旗号出去坑蒙拐骗。今天我就替林院士除掉你们2个败类，给我狠狠的教训他们！是。我看谁敢动他们！欺负林院士的人，一个都不许走！对不起啊，林院士，我来晚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对不起，方总，我没能保护好林院士。不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。林院士研制出抗癌特效药，那是造福全人类的国宝级英雄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他？林城，你还长能耐了，刚来个小三儿，又来个小四，我看我这30万我要少了，你得给我60万。啊，我见过你，你是向林城催收高利贷的债主，怎么要钱要不到，就跟他一起冒充林院士过来搞诈骗啊？不知所谓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债主，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货真价实的林院士。方总，不用跟他们多不口舌了，像这种一叶障目活在自己世界的人，根本听不懂人话。林院士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。林城，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裙底下，让女人给你出头啊！我看你呀，祖宗18代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你侮辱我没关系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林院士。而你这种嫌贫爱富、自私虚伪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林院士。你是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他林城要真是林院士，我跪下来给你磕100个上头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吴总，这女骗子太放肆了，你不管管她吗？来人，给我上！你们这群废物，他们都是骗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是刚才你打我的威力。你们不是喜欢打人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被打的滋味。上！
你们不是喜欢打人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被打的滋味。上！黄总，还是算了。今天是我岳母的葬礼，我不想让你看到。停！今天你们运气好，林院士替你们求情，否则的话，扔到海里喂鱼才是你们的下场。林院士，走吧，我替你看看伤口。谢谢。哎呦，吴总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真是该死！老子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屈辱。吴总，有好消息，有好消息！看到我被打，你很高兴是吧？您误会了，我通过人脉找到了林院士联系方式。哦，您看，这就是林院士电话号码。哦，太好了，看来这栋倒霉白，我现在就给林院士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没人接啊？你确定这号码是林院士的？千真万确啊！这不是林城的手机号码吗？什么？你确定这是林城的手机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母亲去世过后，我就把她手机号码全都拉黑删除了。柳家的亲戚都到了，我们赶着去下葬。你的自闭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、范总，可能我看错了吧，我得赶着去给我妈下葬了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还打听到什么消息？听说林院士明天要举办抗癌特效药的新闻发布会，他会在现场决定与哪家制药公司合作。看来今天林院士不会来。范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一定要拿到抗癌特效药的专利。我已经想到办法，一定能让林院士优先和我们合作。最好是这样，否则你知道的。就这么说定了，你替我参加新闻发布会，有任何事儿我会出面啊。哎，我听您的。嗯，走啊。新闻发布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林院士怎么还没到？现场几十家制药公司都是为了抗癌特效药的专利来的，万一林院士反悔，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了？你们放心吧，林院士最讲信用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王助理，林院士呢？师傅让我来主持新闻发布会，他一会儿就到。抓紧时间开始吧，大家等着急了都。各位制药公司的老总、记者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抗癌特效药的新闻发布会现场。今天我们团队将会选择出最优秀的制药公司来进行合作，请大家等一下。林院士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武泽制药的总经理范冰，这位是我们武泽制药的总裁吴总。林院士，我们武泽制药是世界500强企业，跟我们合作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原则呢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如果你们想拿到特效药的专利，可以跟其他公司一样，先提交公司资料，我们会当场选出合作伙伴。林院士，在您决定和哪家公司合作之前，能不能看看我们武泽制药的诚心啊？什么诚心？带上来！林院士，
什么鬼？女骗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院士就在这儿，你和林城就等着承受他的怒火吧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林院士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个骗子冒充您的身份，到处坑蒙拐骗，我把他绑过来送给您。这份诚心够不够重啊？林院士，我是帮你出气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院长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他才是真正的林院士。林院士，您就别跟我们开玩笑了。刚刚开新闻发布会的是您啊，这林城怎么可能是林院士呢？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师父才是真正的林院士，我叫王平，我是他的助理。不可能，你是林城的助理，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你打心底里就瞧不起我师父，你来研究所更是没有正眼瞧过我们同事们一眼，你怎么可能认得我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确实不记得林城那些助理了，那也不能证明林城他就是林院士呀。方总，医生到了，快给林院士看看。林院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背走！你们不用担心，只是些皮外伤，他只是太累了才会一直昏睡，我给他打一针就好了。好。林院士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好点没？方总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新型抗癌特效药的新闻发布会现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弄成这样了？范明，我小瞧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伪君子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心狠手辣的杀人凶手。我说过，林院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就让他生不如死。我说到做到。你们说范总撞了林城，有证据吗？帮我办件事儿。没错，我就是在路边碰巧碰到了他，然后就把他带过来了。各位老总，各位记者，他们三个就是沆瀣一气的骗子，他们就是举办这场假的新闻发布会，就是想卖假药，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呀！这是抗癌特效药的专利申请证书，申请人这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林城2个字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见过这份专利证书，林城和我离婚的时候就是用这份专利证书骗我的，幸亏我识破了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。这年头，骗子横行，有人假借名人身份进行诈骗，也并不为奇。要是有人见过真正的林院士，那就好了。我能证明林城就是林院士。巧了，我也能证明林城不是林院士。挺热闹。挺热闹的嘛。呀！恭候多时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国际普菲尔医学奖组委会的负责人李院长，想必大家都认识他吧？我给李院长做过人物专访，是他本人没错。每届国际普菲尔医学大会我都有参加，的确是李院长亲自把证书奖章交给受奖者，他绝对是真的。李院长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林城冒充院士进行诈骗，这是违法的行为啊！如果让他们诈骗成功，那很多的药企都会倒闭。更可怜的就是那些癌症病人，他们都会因为他的药缩短寿命。您可一定要揭穿他。林城，李院长都在这儿了，你还敢承认你是林院士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请问你是？李院长，昨天晚上我在您家门口等了您一晚上，拜托您揭穿林城啊！昨天晚上我放狗追的人，就是你吧？
没错没错。哎呦，您老记性真好。好，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揭穿林城的真实面目。林飞武，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我用我毕生的荣誉还有成就做担保，林城就是货真价实的林院士。这不可能！如果林城是林院士，那他为什么没参加颁奖仪式？但是林院士他被重农打扰，所以才没有到颁奖仪式。是我亲自开的车，把奖状还有证书送到研究所。你一定是收了他的黑钱，过来帮他演戏的。吴总，您不是有林院士的电话吗？打给他，就一切真相大白了。啊，没错，我现在就给林院士打电话。喂，听到了吗？真的林院士在这儿。听到了吗？真的林院士在这儿。林院士，这里有人假冒你开新闻发布会，您方便来一趟吗？我就在这儿。怎么是你？师傅是一门心思搞研究的人，所有一切对外事务都由我来处理。你们拿到的手机号码是我的。怎么，你们还不相信吗？我这里还有证据。去，把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。各位组委会长，大家举手表决一下，是否同意林城成为新一届普菲尔医学奖院士？那我宣布，林城成为新一届普菲尔医学奖院士，大家恭喜！林城研发的抗癌特效药对人类医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，几千万肺癌患者因为它而获得重生。这样人才绝对值得这个荣誉。我第一个同意，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这是国际院士大会的现场绝密记录，组委会成员都是来自各国的学士院士。你们该不会认为这些人也是林城请来演戏的吧？林城真的是林院士？狗东西，你害死老子了！吴总，真不是故意的，谁能想到，一个当了10年窝囊废的废物，还成院士了？这等了10年才等到抗癌特效药研发出来，就因为你和吕如烟误导我，才没有认出林院士。今天要是拿不到专利，老子就把你们剁碎了喂狗！如烟，和林城做了10年的夫妻，最听你的话了，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？林城，我承认我和范总是误会你，但你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，能不能就饶我们这一次，不和我们计较了？现在你跟我讲夫妻情分，你跟范冰婚内出轨，把我孩子打掉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讲夫妻情分？你逼我离婚，不让我给妈尽孝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夫妻情分呢？你怎么就那么小妒忌场啊？这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老是这么计较干什么？你们对我做的一切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绝不会把专利卖给武泽制药。像你们这种见利忘义、有奶便是娘的小人，根本不配在制药行业。林城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我们武泽制药是世界500强企业，那些没名没姓的杂牌制药公司，他们一年创造的产值加起来都没有我们1000多。吴大强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别人可能不清楚，但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你知道什么？你虽然是华国人，但是早就做了卖国求荣的走狗。武泽制药表面上你是法人，但实际操控武泽制药的股东却是桑国人。如果你拿到了抗癌特效药的专利，不仅不会造福华国人，还会献给桑国人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是又怎样？我背后有桑国这样的帝国当靠山，该害怕的是你们。林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专利卖给武泽制药，什么都好说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让桑国下发全球封杀令，你不只会变成一文不值的乞丐，
就连命也保不住。启动林院士，你先问问我答不答应？答应我们？你们想造反吗？在我华国的地盘上，还轮不到你和汉奸当掌柜。吴总，你看在我为武则制药工作了10多年的份上，您救救我！要不然这个林城会杀了我的。现在开始，你和柳如烟不再是武则制药的员工，我会让法律部清算你们给集团造成的损失，必须给我全价赔偿。林城，咱们走着瞧。林院士，不管你跟哪家制药公司合作，我们都不会记恨你。只要抗癌特效药的专利属于华国，这就够了。我会把特效药的药方进行拆分，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分别授权给在场的各位制药公司，大家互相监督，互相成就。愿我华国再无癌症病人。好评。准备好合同，等我处理好私事，就和各位老总签约。好，各位老总、记者朋友们，这边请。林城，抗癌特效药的专利是你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申请的，不管你今天赚了多少钱，你都得分我一半。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。李如烟，我们离婚的时候是你亲手签字，主动放弃平分抗癌特效药专利，白纸黑字，你还想赖账不成？几百亿呀，就这么从我手里溜走了。没有这张纸，就没有办法证明是我主动放弃的了。李如烟，我真没看错你，这份是复印件，你要想吃的话还有很多。成，算你狠！不是我狠，是我足够了解你。全完了。范总，你不是说在国外认识很多名流贵族吗？你找他们帮忙啊，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帮什么忙？我有今天都是你害的。柳如烟，现在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我跟你有什么承诺？果然记性不好。我可以提醒你，你曾经说过，如果林城是林院士的话，你就跪下给我磕100个小头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为难范总啊？等你见过这个人，你就不会说这话。什么人？你可以进来了。怎么是你？范斌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是你？你认识他？他不敢说，我来说。我叫秦丽，和范斌已经结婚15年了。你不是说你离婚很多年了吗？你还骗我呢！老婆，你别听这个欺负乱说，我心里最爱的一直都是你。以前是我年轻太气盛，才会为了工作和你异国分居。我想明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一起出国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当初是你主动追求的我，你说过你要给我买宝马别墅，我才和林城离的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现在这样连我怎么办？范斌就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凤凰男，我看着他长相斯文，性格温柔，才会跟他结婚。这15年他所有的零花钱都是我给的，他拿什么给你买宝马别墅？也就只有你这种愚蠢的拜金女才会相信他的鬼话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你原谅我，老婆我不是人，都是他勾引我，我保证，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这儿不是垃圾站，不负责回收，姐有的是钱，以后要找年轻帅气、身体好的弟弟，你这种烂黄瓜真没有市场。把离婚协议签了。净身出户，打死我也不签。看来我今天要丧偶了。来人，
选择还是要插上我们的拳头？你自己选。我欠。林院士，感谢你通知我，我这边已经整理干净，这个贱人交给你处理了。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言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受害者了。和林城离婚是你自愿的，我给你钱，你陪我睡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你说过要和我结婚的，也是骗我的吗？柳如烟，你不仅蠢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一个30多岁的老女人，打过孩子，离过婚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你唯一的一点优点，就是比妓女干净一点。范冰，你不是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他确实会遭报应的，而且就在现在。进来吧。他是谁？抓他来干嘛？林院士委托我去了他遭遇车祸的现场，通过调取周围的监控，找到了这个肇事司机。说实话，我会向法院给你求情的。是范冰，他本来想的是让我开车撞死你，但是我害怕背上人命，及时打了方向盘，所以才没有酿成大祸。没错，一切就是我指使，就是看不惯你这个废物，也敢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。你以为赢了吗？做梦！林城这个人最心软，要我为他挡刀，他一定会和我复婚。不要伤害林城，你让我劝他去死！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！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伤害我第二次。林城，我们都是底层人，为什么我一无所有，你却能高坐云端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范冰，你本来可以有很光明的未来，但是你太过贪心，得一想二，不择手段，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。不是我，都怪你，都是你！我吃死你！范冰，你涉嫌1起故意杀人案以及多起违法犯罪活动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林城，我和你没完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走。哦，林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复婚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保证会像你以前对我那样全心全意爱你、照顾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滚一边去！你们没有离婚之前，林院士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的，亲手把这个最爱你的男人越推越远。未来的日子，林院士要专心研制新药，我不能让你耽误他。第一次有人这么维护我。林城，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吗？你跟我结婚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饭票。我问你，如果我现在还是之前那个一贫如洗的药物研究员，你还会和我复婚吗？我替你回答，不，你没有耐心陪我走过低谷，就没有资格和我共享成功时的荣耀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永不相欠，再也不见。我们走。林城，林城！方毅，嫁给我好吗？
我愿意。恭喜师傅师娘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